Hello， 大家好，我係草根貓啊。上一集分享咗深圳2日1夜喺金坑古鎮嘅行程，瞓醒第2日早上9點幾起身退房，跟住出發去龍崗萬達廣場，開始我哋第2日嘅行程。同樣地都係高德轎車。由金坑古鎮坐車去龍崗萬達廣場，車程20分鐘左右，車費係29蚊人仔。龍崗萬達廣場係2021年先至開業，開咗唔夠3年，總建築面積達到30.5萬平方米。喺深圳芸芸眾多嘅商場入面，佢都算係巨無霸之一。好快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商場啦。商場最大嘅賣點就係大家眼前見到呢一條長達64米嘅扶手電梯，半空中有一個極巨型嘅宇宙星河屏幕。上咗扶手電梯，仿如開始咗太空之旅一樣。越升越高嘅時候呢，你影返去後面真係會有少少畏高嘅感覺嘅。上到嚟最頂啦，就係一個直徑7米嘅星球。由於設計上面充分利用咗鏡嘅反射原理，加上星球嘅表面變化萬千，置身於其中呢，你嗰個感覺都幾震撼嘅，你會忍唔住喺度瘋狂咁樣打卡。喺商場其他嘅角落都會見到充滿科技感嘅天幕，不得不讚而家內地嘅商場真係今時唔同往日啦。呢度嘅鋪頭十分之多元化，有一個室內遊樂場，亦都係我今集重點要分享嘅地方，咁大家記得睇埋落去啦。目測呢度嘅餐廳同埋茶飲店都起碼超過100間啊！由於影片嘅時間有限，咁我只可以影一部分俾大家參考。總之，大家想喺度早午晚食勻3餐呢，係絕對冇難度嘅。咁巨型嘅商場當然唔少得一啲啱小朋友嘅特色店鋪，例如元宇宙體驗館、日產汽車場、卡車場、滑雪中心、VR 遊戲中心、室內 War Game 場、AI 學習攤位，場內亦都有啱小朋友玩嘅巨型吹氣滑梯，有 BB 車嘅泊車區。我到訪當日，商場嘅平台舉行緊電競嘅比賽，人山人海，非常熱鬧。另外呢個商場有 IMAX 戲院，睇戲都比香港平嘅。講開又講啦，今次我喺深圳2日1夜嘅行程，又要 call 車，又要點餐，點都離唔開喺內地上網。咁今日就想同大家順便介紹下3香港嘅內地漫遊服務。內地最主要嘅3大網絡供應商分別係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同埋中國電信。大家揾香港嘅通訊商申請內地漫遊，或者喺香港買內地嘅上網卡，去到內地上網都係要靠其中一間嘅內地通訊商提供嘅網絡，而且限制咗你使用指定某一間。如果你係用3香港提供嘅內地漫遊，你可以享有獨家優勢，就係返到大陸可以自行決定連接邊一間嘅內地網絡供應商。簡單啲講，當你身處喺內地某一個地方收大陸中國移動比較清楚嘅話呢，咁你就可以自行連接大陸嘅中國移動。身處喺某個地方收中國電信比較清嘅話呢，咁你就可以自行連接中國電信。內地地大物博，3個台喺唔同嘅地方，信號表現都可以有好大嘅差別。所以信號不良嘅時候呢，能夠自由揀另一個台係一個好大嘅優勢。只要你係3香港嘅用戶，可以喺出發去內地之前，先登入3香港嘅 App 申請內地漫遊服務。有多個唔同日數嘅上網方案可以揀，而且係唔需要實名認證嘅。申請好之後一過關呢，就可以即時喺大陸上網，過程之中亦都唔需要換 SIM 卡。
如果你去到大陸想由一個網絡商換去另一個網絡商，好簡單嘅啫，入去設定，揀流動網絡，網絡選擇而家係自動連接咗中國電信嘅，咁你可以撳入去自行揀台，按入去關閉自動，馬上就會顯示而家可以揀嘅台啦。揀中國移動嘅話呢，就會由本身嘅中國電信換咗去中國移動。你可以隨時因應信號嘅需要揀另一個台。喺內地上唔到嘅 App， 例如 Facebook、一啲交易嘅 App、電郵 App、YouTube 等等，全部都收到。喺內地上網就好似喺香港一樣。我自己實測過，無論係點餐、俾錢定係睇地圖都係好暢順嘅。喺信號收得冇咁穩定嘅地鐵都可以因應情況轉換到信號好順嘅內地電話台。3個台我都試過啦，感覺上中國移動同埋中國聯通咧喺大陸係收得最清楚嘅，所以大部分時間我都係鎖定咗呢2間。每位3香港嘅客戶使用內地漫遊都可以享用呢個內地漫遊全網服務。咁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呢，都可以考慮一下。好啦，講完內地上網啦，咁而家我哋喺萬達商場開始今日嘅第一餐，去杜小廚飲茶。今次嚟食呢間杜小廚，佢分咗自助餐同埋非自助餐。我揀咗自助餐嘅，成人每位75蚊人仔，任食2小時。入場嘅時候呢，要俾50蚊按金嘅。如果你當日冇浪費食物嘅話，離場佢會退返按金俾你。杜小廚係香港稻香集團旗下嘅酒樓，入面嘅裝修環境都正正常常、乾淨企理。喺中午12點嘅時候，入座率都唔算好多。入座之後，台上面有一壺水，其餘嘅嘢呢，全部都係自助㗎啦。你可以去自助區斟啲檸檬茶或者茶，自己拎壺茶返去個位慢慢沖茶都得。自助嘅手機落餐，咁可以點嘅食物呢都係非常之多嘅，但係由於唔知每一份嘅份量有幾多啊，於是我哋第一轉呢淨係叫咗4-5碟，食完之後再睇下情況會唔會嗌多幾轉啦。但係由我哋第一次手機點餐去到第一轉食物上台，足足等咗20分鐘啊！任食只有2個鐘頭，叫一轉食物已經要等20分鐘呢，的確係耐咗少少嘅。首先出場嘅就係牛肉腸，牛肉就散咗少少，同腸粉好似分開咗2個獨立嘅個體，但係好在味道都正正常常嘅。蓮藕餅外層脆脆地，咁入面嘅餡呢都幾爽口，食落都 OK 嘅。燒賣正正常常，細細粒可以過下口癮。蝦餃就咁睇賣相好似都唔錯，咁佢仲有一粒紅棗糕，味道不過不失有蝦嘅鮮味。小籠包都係正常嘢啦，咁嗰個皮呢就唔算話好薄，勝在入面嘅肉汁夠多。蠔皇鮮竹卷就一般般啦，啲汁好似冇咩味，餡呢亦都冇咩肉，都係啲菜為主。豉汁蒸排骨呢就肥咗少少啊。牛肉球同埋菜呢個組合真係好創新，我第一次見，可惜我本人就唔太識得欣賞啦。食落去就覺得牛肉球同埋菜呢唔係好夾，而且牛肉同菜一齊蒸係會出晒水，令到牛肉浸到有啲腍啊。咁睇嚟牛肉球真係有好大嘅改善空間。皮蛋瘦肉粥嘅皮蛋散咗少少，不過呢嗰個粥都算係甜嘅，味道過得去。總括嚟講啦，今次75蚊點心放題嘅食物質素呢，真係75蚊嘅質素。大家唔好諗住75蚊可以食到米芝蓮嘅點心，始終1分錢1分貨。如果你對於點心唔係太高要求嘅話，而你又唔介意上菜速度慢，只係想平平地食個點心放題，咁你可以過嚟試下。咁但係如果你對於點心係有要求呢，咁我建議你哋可以考慮其他酒樓啦。
小朋友室內遊樂場深圳見得多，但係大人細路都啱玩嘅遊樂場又有幾多個？今日嘅重頭戲就係嚟到全人類都啱玩嘅室內遊樂場 Party Day。我係禮拜日早上10點嚟到嘅，現場買飛收費係298蚊人仔一個人，場內嘅設施呢就可以全日任玩㗎啦。買完飛之後，即場喺微信嗰度激活張飛，放心有咩問題呢都可以問職員嘅。全日票可以無限次自由進出會場，一入門口就有排儲物櫃，用微信掃碼租櫃，唔使收費。場內嘅遊戲非常之多，我先介紹2個賽車遊戲。第一個就係同大家體驗下都幾刺激嘅電動高卡車。值得一提就係呢個場都唔錯啊！如果呢度係夠5個小朋友，佢就會開展一場淨係小朋友玩嘅賽事。小朋友架車係會細啲，速度亦都會溫和啲。玩完高卡車啦，就過隔離玩合家歡嘅碰碰車啦。綜合挑戰專區係一個幾好玩同埋幾刺激嘅遊戲區，呢度有得玩水泡滑梯、仲有好多要高空完成嘅任務，真係激活自己嘅無限可能啊！玩完高難度嘅遊戲，玩下啲考眼力嘅遊戲。呢度有度假村成日都會玩嘅射箭，考你技術嘅雷射槍，射飛鏢，
球類活動都有好多選擇，包括高爾夫球、乒乓球、棒球、單排球、足球、射籃、大籃球場、桌球、保齡球。保齡球旁邊就係溜冰區，咁睇下啲人都玩得幾投入啊！大家嘅平衡力似乎都唔錯喎。室內 War Game 場用鐳射槍十分之安全，俾人射中件衫係會震下嘅，都幾有質感。單機就有激光，單手嘅話它是沒有的。睇下我同貓跟草嘅分數，小朋友中意玩嘅遊戲都有唔少，例如跳彈床、波池、低空滑索、令人手舞足蹈嘅體感遊戲。傳統遊戲機、場內嘅現場演奏令到氣氛非常高漲。肚餓口渴嘅話，亦都可以喺度買嘢食、買嘢飲。內地嘅夾公仔機究竟易唔易呢？同大家實測一下啦。玩到傍晚6點左右，我哋就去食晚飯。咁喺度分享一下玩咗全日 Party Day，我哋認為有啲咩攻略。如果你係假日嚟嘅話呢，強烈建議你早上10點鐘一開鋪就嚟，因為午飯前呢係好多嘢唔使排隊嘅，包括最受歡迎嗰個綜合挑戰專區同埋嗰啲賽車。去到下午嘅時候，場內每一個遊戲呢平均都要等15至到30分鐘。你可以早上10點鐘入場，玩到12點左右呢，就去商場嘅餐廳嗰度食午飯。食完午飯之後呢，翻嚟繼續玩，咁玩到5、6點左右，基本上呢都夠皮，玩到攰晒㗎啦。以我哋為例啦，咁星期日早上10點玩到傍晚6點左右呢，我哋都玩到7個8個遊戲嘅。另外早上10點嚟到，你一定有 locker 用。我見下晝呢嗰啲儲物櫃都已經滿晒啊！有啲人呢焗住只能夠將啲行李擺喺 locker 上面，咁有少少唔係太安全啦。仲有大家預返當日要花10蚊買大會指定嘅防滑襪，因為你玩保齡定係綜合挑戰專區都需要着大會嘅防滑襪。你嘅衣着最好有個褲袋，又或者你有個迷你嘅袋仔隨身裝住對襪。冇袋嘅話，你下下抽住對襪咧都幾麻煩嘅。
晚飯我哋好隨意去咗間叫二當家牛肉串串嘅餐廳打邊爐。餐廳嘅環境唔算好大，我覺得咧係逼咗少少添。呢間餐廳嘅食物係會擺晒出嚟嘅，咁你自己拎。全部食物都有竹籤串住，又或者有唔同形狀嘅碟裝住。收費就係以竹籤嘅類型同埋數量，仲有你拎咗咩碟做計算。價錢寫得好清楚嘅，例如唔同嘅籤有唔同嘅收費。一支長籤收費1蚊，一支大刀籤6個6，寶劍籤9個9。各類型嘅盤收費就6蚊至到25蚊不等。舉個例，我呢隻雞翼插咗5支長籤，每支籤係1蚊嘅話呢，咁呢隻雞翼係要5蚊嘅。牛丸插咗2支長籤，咁所以收費就係2蚊。魷魚插咗大刀籤，收費係6個6。鮑魚插咗寶劍籤，咁所以收費就係9個9。現場睇食物嘅選擇都係一啲大路打邊爐會食到嘅嘢，例如啲雞啊、牛啊、豬啊同埋丸等等，亦都有啲麵同埋蔬菜區。醬料自助專區自己混醬。雪櫃有好多飲品選擇嘅，全部都有寫到價錢。我叫咗個番茄鍋，個鍋都 OK 嘅。打邊爐嘅過程就係將啲食物連埋籤放埋入去。如果嗰啲食物本身係用碟裝住，例如啲肥牛啊、菜啊，咁你照好似平時打邊爐咁烚就 OK 噶啦。個爐嘅設計深度啱啱好啊，咁啲籤就唔會浸得太高，又或者太低。每台都有一個籤筒嘅，一邊食一邊將你唔要嘅籤放入去，最後店員就會一次過計數。我覺得呢間餐廳嘅食物質素呢係好標準嘅打邊爐質素，冇話好突出，亦都冇話差嘅，正常打邊爐咁樣啦。食物用籤食定係平時打邊爐咁樣烚下烚下呢，我自己個人認為就冇咩太大分別。最後埋單嘅時候，我哋有咁多支籤，睇落有啲似求籤嘅籤筒。店員就將粗嘅籤獨立計算，其餘幼嘅籤呢就一次過用重量去計。我哋2個人食咗咁多嘢，總數呢就係272蚊人仔，人均消費136蚊，平定貴見仁見智啦。咁你問我自己覺得呢係平過香港，咁但係喺內地嚟講呢就正常物價。食完飯，我哋 call 車返口岸，等車期間呢，就喺商場外面嘅空地見到有個專為小朋友而設嘅小型嘉年華，見到啲小朋友都玩得幾開心啊！返到香港10點幾啦，咁就同柳柳分享我哋夾公仔嘅戰利品啦。整體嚟講啦，今次嚟到龍崗萬達廣場玩一日，我覺得個行程係幾精彩嘅。呢個商場係好多嘢睇，好多嘢食。Party Day 嘅遊戲各種各樣都有，男女老少都啱玩，玩1日以上係冇難度嘅。如果大家想參考我今次深圳2日1夜嘅行程，可以參考呢個圖。如果你係想即日快閃金坑古鎮，又或者係即日快閃龍崗呢，都 OK 嘅。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建議呢，大家最好 call 車啦。咁因為始終呢，搭地鐵真係好耐啊。你由口岸搭去金坑古鎮啦，定抑或去龍崗呢，都係差唔多1小時嘅。即日來回嘅話呢，時間呢就唔應該花咁多喺搭車上面。咁 call 車呢就快靚正好多啦。以上就係我今次深圳行程嘅分享，咁如果大家中意嘅話，記得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好，我哋下條片再見。